坦克的油箱里面除了能够装油以外，还能装什么呢？还能装金条啊！今天我就要给大家讲一个这样军迷的励志故事了。55岁的英国人尼克米德呢，是一个资深的军迷，他最大的爱好就是收藏坦克了。不是这种模型坦克，是正儿八经能够真正在战场上驰骋的坦克了，或者说是曾经驰骋过的退役以后的坦克了。其实能够买到并收藏退役的坦克呢，已经够奇葩的了吧？但更奇葩的是，他的这些坦克大部分都是网购的。想象一下快递小哥给你送货时的样子啊，请问是给你放到快递柜呢，还是送上楼呢？不好意思啊，没有这么大的快递柜啊。送辆坦克这牛够吹一辈子了吧？迄今为止啊，尼克已经收藏了超过150辆坦克了，其数量之多呢，甚至已经超过一些国家的了。他当然也没有让他这些坦克买回来就闲着啊，而是放在了自己的公司，叫做 Tax a Lot。很多坦克的名下，你看这个名字起得有多妙啊！用来提供各种各样的服务，比方说你压力太大了吧，想体验一下开坦克碾汽车是什么感觉吗？那就来吧。比方说驾照考到顶了吧，想再升级一下，加个坦克驾照吗？那就来吧。还比方说拍电影缺道具是不是啊？那就来吧。所以如果你战争片看得够多的话，指不定就已经看到过属于尼克的坦克了。一句话总结就是这是一个奇葩的人，有一个奇葩的爱好，开着一个奇葩的公司，同时呢也能吸引到奇葩上门。这不更奇葩的事情马上就要来了。2017年的一天当尼克打开电脑准备逛逛某宝，不好意思是某贝的时候，突然就发现了一辆正在出售中的俄罗斯 T54坦克。他一下子就来劲了因为在他的脑子当中呢，早就已经有了一个想法，要让自己的客户体验到最纯正的俄罗斯坦克。对的这辆坦克总的生产量已经超过了10万辆，从1947年开始，直到1979年才停产，而且即便到了现在也还在世界上的一些地方呢继续服役几乎参与了每一场你能够叫得上名字的战争。想象一下，亲手开着它碾过一辆汽车，一定相当的解压吧。给了尼克这个机会的是一名叫做乔修斯的23岁小伙。鬼知道他是怎么得到这辆坦克的，但至少我们能知道他也是一个极其疯狂的战车迷，因为在他把 T54卖给尼克的同时呢，还搭上了自己的另外2辆装甲车，捆绑在一起，一共卖出了42000美元左右。他当时就一定觉得尼克这家伙真是个砍价的老手但要是知道后面会发生的事情的话，一定悔的肠子都会青的。怎么回事呢？让我们回到尼克那边收到坦克的尼克马上就开始了修复工作，他和助手们一边检查受损的零件的状况，一边更换腐蚀漏水的水箱，然后再搜索坦克里里外外的每一个边边角角，想尽一切办法要让这台老家伙呢彻底恢复状态。而与此同时他们也花了不少时间来研究这台坦克的历史，结果发现就很有意思了原来他曾经在萨达姆麾下的伊拉克军队服役，打满过持续8年的两伊战争，也入侵过科威特，洗劫了这里不少的财宝，才最后被英军俘获来到这个乡下的农场的。他们当时可能也仅仅只是把它当成一个故事而已没有放在心上嘛。但是随着检查和修复工作的进行呢，他们就遇到了一些不同寻常的事情了。有一些油箱呢无法工作，而且似乎是有人故意想让他们不工作一样，显然里面是应该放着一些不想被燃油污染掉的东西。于是他们就取出了第一个油箱，在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就是有可能会被砸飞的准备之后呢，他们小心翼翼地将它撬了开来。果然里面是一箱的弹药。好吧，松了口气之后呢，他们决定继续探索。第2个油箱可就要重得多了，会是什么呢？有了前面的经验尼克的小团队都相信这里面应该藏着的是枪支了。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他们就可能会陷入到一场非法走私枪支的麻烦当中。为了自证清白他们想到了用摄像机来全程拍下打开的过程，留下证据，至少可能证明这些枪支并不是他们的嘛，而是他们新买的坦克附赠的而已。惊喜来的往往就是这么突然在把手伸进去摸了半天之后，尼克的助手抓到了一块沉甸甸的东西，拿出来一看，居然是一块还在发光的黄金。天哪，这还了得绝对的一场意外惊喜而且更惊喜的还在后面在把油箱翻了个底朝天之后呢，他们一共找出来5块黄金，每块重达5公斤，加起来的价值超过了200万美元，比他们支付的成本多了50倍。这跟中了头奖有啥区别吗？好，现在呢暂停一下如果换作是你的话，接下来你会怎么做呢？A. 留下来分掉之后再想办法把它们换成现金。 B.
无私上交，请选择并留下你的理由吧。至于尼克是怎么做的，又是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明天来看吧。先关注我。如果你觉得矿山卡车就是车中巨无霸的话，那么错了。真正的巨无霸此刻呢正在南极大陆，可惜他失联了。准确说是咱忘记把它埋哪边了。所以怎么回事？这个巨无霸又是谁呢？今天就给你讲讲这个有趣的故事啊。故事的主角也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车中巨无霸，叫做南极雪地巡洋舰。你先来感受一下它的尺寸啊，长17米，宽6.1米，最高接近5米，光是轮胎的直径就有3米了。内部空间巨大，厨间、工作间、休息间、驾驶室一应俱全，储备的物资呢，足够让一小队探险成员在与世隔绝的环境里面生存长达1年之久。而且这还没完啊，在它平坦的车身顶部居然还携带着一架双翼机，再一次把探索的极限向外扩展。就问你，它算不算是一个极地探险家的终极座驾吧？而且这个座驾不是2020年的座驾，也不是2000年的座驾，甚至还不是1980年的座驾，它是1939年的座驾。83年以前拥有这个玩意儿去南极，不就该跟个玩似的吗？设计它的托马斯·保尔特博士当时也是这么认为的。他之所以要设计出这么个玩意儿呢，也的确就是希望自己的下一次南极冒险能够跟玩儿一样。1934年，在作为著名南极探险家理查德·伯德的助手第一次登上南极大陆之后，保尔特经历了一次记忆深刻的意外事故。当时，上司伯德独自外出前往距离大本营有几个小时车程的一座气象站，开展一些观测活动。按照计划，他们之间应该是随时保持无线电沟通的。但是几天之后呢，大本营里面的保尔特突然怎么都联系不上伯德了。这很反常，因为伯德清楚的知道保持联系的重要性嘛，除非他遇到意外了。博尔特就非常着急啊，赶紧就组织了另外2名队员连夜踏上了前往气象站的路途。可是黑暗、大雪、冰冻，再加上他们唯一拥有的极不靠谱的一辆履带车的突发故障，使他们2次冲出去，又2次被迫撤了回来。好不容易啊，才在最后摸爬滚打着到达了气象站，发现伯德已经一氧化碳中毒了。好在他们来的还不算太晚，伯德挺了下来，只不过想要恢复呢，还是非得要转移到专业的医院才行啊。可冰天雪地的南极哪有专业的医院啊？于是，在又等了2个多月，直到气象条件允许飞机进入后，伯德才最终被接了出去。大伙儿呢，终于也松口气了。这件事啊，让保尔特意识到，有一个可靠的、能够在崎岖的雪地和断裂的冰缝之间穿行无碍的车辆，多么重要啊！如果他们当时就有的话，他和他的队员就不至于陷入到濒临死亡的绝境当中了。这种事情绝对不能再发生了。于是，当他回到美国，回到自己任教的装甲技术研究所时，他的心中呢，已经有了一个计划，他要设计一台可以在极端条件下运行的移动实验室出来。好吧，在纸上画画图呢，不算太难啊，难的是说服有人掏钱来买单啊。这个过程，保尔特足足用了2年时间，从1937年开始，到了1939年的春天，美国政府才最终决定在次年的第3次南极探险中使用保尔特设计的这辆雪地车。所以有钱好办事，这辆车绝对是最好的证明了。有了钱之后，为了赶时间，他只花了11周3个月不到，就从芝加哥南部的普尔曼公司里面下线点火了。当这个庞然大物出现在公众面前时，所有人的情绪都沸腾了，他们都觉得征服第7大陆非他莫属了，美国的旗帜终将盖过其他所有国家。他们这样想有错吗？没错啊，因为纸面上雪地巡洋舰的确非常厉害啊。除了我们刚才说的大以外，它还有以下这几样特殊的本领，咱们来罗列一下。一是它使用的是柴电混动模式，也就是跟如今的电力机车和大多数的矿山卡车一样的动力形式了。2台柴油机呢只管发电，然后将电力输送到位于每个轮胎里面的总共4个电机里面驱动车辆。这样的好处是省下了安装传动机构的空间与重量，可以装下更多的物资了。二是它的4个轮胎都可以转向，于是就将转弯半径呢大大缩小了。再加上巨大的轮胎带来了极好的吸震效果，使其在冰冻路面上的机动能力得到了很好的保证。3是它每一个轮胎的悬挂都是独立可调的，最低的时候甚至可以完全缩回到车身里面，不仅可以让它像一只扑倒的企鹅一样，利用光滑的下腹部自己把自己推过裂开的冰缝，还能够在停放时用车身内的余温照顾到橡胶轮胎，不至于让它被冻坏掉。4是
车身内的温度怎么来呢？利用发动机的冷却剂嘛，让冷却剂在发动机与车身内的复杂管线里面循环流动，就既能够帮发动机降温，又能够给车内添温了。外面再极端，里面是春天啊，厉不厉害吧？可不过啊，所有人都忽略了一样东西，那就是实践了。造它的地方是芝加哥温暖的夏天，可用它的地方是平均冰点以下25度的南极。但你猜他们一开始模拟试验了没？没有啊！雪地巡洋舰的第一次踏雪就真的是在南极啊，而它一踏上去，所有人的心里面只有一个词：完蛋。为什么呢？你看它的轮胎啊，光滑如镜。它是准备滑着走还是滚着走呢？抱歉，都不能走，一陷进雪里面就很难再出来了。你说怪了啊？就这种事情，普通人都能够想得出来，怎么专家就想不到呢？他们太自以为是了嘛，认为带了花纹的轮胎更容易积上雪，在结冰之后呢，就更容易打滑。反倒是一开始就光滑的轮胎可能会运行得更好一些，因为它不怎么沾雪嘛。不沾雪在南极就意味着不沾地，不沾地那还怎么开？他们为什么就不能往深一点想想呢？当然啊，除了这个还有很多吐槽的，甚至在一开始从芝加哥开到波士顿港口的路上就快把问题给暴露完了。轮胎打滑不沾地，动力弱鸡开不快，一入沟河就得等3天，等等，连本来兴奋的吃瓜群众都有点懵了，问说，就这东西在南极它真的能开吗？专家硬绷着说，它是为南极设计的嘛，所以在这儿遇到的所有的情况呢，都是在我们的预料当中的，大家放心，等到了南极它就猛如虎了。有南极虎吗？事实上，他连登陆时所在的那块冰架都没有离开过。探险队在折腾了很久之后，最终决定躺平，就把它当成是一个固定式的庇护所吧。什么要开到南极点的决心，咱不提了。事实和理想之间的差距稍微大了一点啊。当然，他们此次的探险呢，原本也没有机会完成的。很快，二战打响，队员被召回，雪地巡洋舰也被迫留在了原地。这一留啊，就是永远。人们最近一次找到它呢，还是在1958年。那之后，它就再也没有现过身了。不知道它会不会留到下一个主宰地球文明的出现呢？好了，这就是今天的故事。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故事讲给你听。又要坐高铁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高铁几乎全程都要在高架上面跑呢？为什么它就不能像普通列车那样把轨道直接铺设在地面上呢？我是百科全书火箭叔，今天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这个问题。作为一个从绿皮车坐到红皮车，再从红皮车坐到动车高铁的人而言啊，直观的感受除了速度越来越快以外呢，就是这沿路的画风完全不一样了。我记得小时候有一次从成都坐火车去北京，还能拿着水枪打开窗户去滋铁轨旁边的人呢。现在呢，窗户自然是打不开了，铁轨旁边也是架在空中的高架了。水枪还能通过安检上高铁吗？有这样经历的朋友可以在弹幕里面打上1看看啊。我也正好查到了一个资料，上个世纪90年代建成的京九铁路全程2000多公里，其中桥梁的长度却只有40来公里，占比只有2%。而到了2011年的京沪高铁开通的时候，正好就是我这趟坐的路线啊。1300多公里长的线路当中，有1074公里是开在高架桥上的，占比达到了81.5%，增长了40多倍。而这40多倍的增长背后呢，其实是有着3大原因的，它们分别是行车安全、资源保护和成本控制。咱们一个个来说。先说行车安全，高铁的平稳运行速度在300公里左右，复兴号更是达到了350公里。这么快的速度，如果地面稍有不平，都会对行驶中的列车造成威胁的。而建在普通地面上的路基呢，天然就有着更大的沉降概率，更容易把咱们的铁轨变成上下起伏。但是如果架空在高架上就好多了。高铁的高架桥桩基是很深的，最深的能够达到60-70米。它不仅可以有效的减少沉降，还能够通过动态调控把沉降控制在规定的范围之内，给安全行车提供了基础的保障。然后呢，就是水平方向上的尽量笔直了。其实啊，高铁最想要的就是那种从 A 地到 B 地能够直接一条直线过去，中间不带一点弯的，这样它就能够全程保持在最高时速，不用考虑什么离心力、什么刹车距离、什么视线障碍之类可能会造成事故的因素了。我们坐在车里面的舒适性呢，也能上升到史无前例的最高点。虽然现在已经很好了，但是现实它毕竟不是想象啊。前进的路上总有绕不过去的障碍，爬不上去的坡，怎么办？那就架高了走呗。虽然也会转弯，也要爬坡，但是却可以相对容易的把它们控制在一个较为严格的标准之上。
比方说，对于以350公里时速运行的高铁而言，实现转弯半径大于7000米、竖直曲线半径大于25000米、最大坡度小于35%的要求。这要不是架高架，哪里的地面能够满足如此变态的要求呢？好了，以上就是关于行车安全方面的原因，下面再说说资源保护，主要涉及到2点：耕地和生态。这是我在高铁上拍到的一些画面啊，可以看到，在铁路高架的下方，农田依然可以成片成片的连续展开，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但要是把高架去掉，还能够这样吗？显然不能，对吧？一般来说呢，修建高架时对地面拆迁的宽度为18米，在修建完成之后呢，还能在很大程度上实现还原和复耕。但是直接在地面修建的路基啊，则至少是40米起步的拆迁宽度，而且拆了就是拆了，完全就变成铁路的专用了。你想想看，在目前我国已有差不多可以绕赤道1圈的高铁运营的里程下面，如果大量采用地面路基，会让多少耕地消失呢？另一方面啊，高铁在建设中难免会穿过一些生态保护区，或者是国家保护动物的栖息地，以桥带路的方式就不会切断它们的迁徙路线，使保护区维持了整体的原貌，同时还可以避免人和动物在穿过铁路路线时呢发生危险。好了。修高架的最后一个好处就是成本控制了，这个好像有点反直觉啊。沿路打下无数的桩，浇起数不清的墩，吊起那么多的水泥块，成本不应该更高才对吗？怎么还会省钱呢？这个就要分成2个方面来说了。一个是传统的修路基并不便宜，另一个是建桥修高架呢，也并不如想象中的昂贵，尤其是当它变得更加标准化之后。如果是在地面修建高铁啊，就必须要先将地面挖开，再重新填充地基。在此过程当中呢，路基的每一处的形状、尺寸、压实程度、含水量、材料均一性、施工时的温度等等呢，都必须要做到严格的控制。而这在很大程度上会受到施工人员的素质、周边的地理条件，甚至是施工时的天气的影响，带来很多的不确定性，成本自然也就拉高了很多。而建高架呢，基本上只要在野外的工地上按照标准流程建起桥墩就可以了，其他的东西，比如桥梁，都可以在工厂里面按照更加严格的标准来批量生产，不仅误差更低，效率还大增，成本自然也就可以得到严格的控制了。在这2者分头完成之后呢，剩下的工作就更简单了，交给机器就好了。它就是架桥机。这个玩意儿啊，可以像搭乐高那样，把工厂里面生产出来的大块零件自动的搭在2个桥墩之间，误差还很小，效率还很高，直接就把架桥变得比平地更容易了。好了，综合起来，高铁之所以走高架而非走地面，主要就是这3大块的原因了：行车安全、资源保护、成本控制。你知道了吗？当然，这中间难免会有遗漏和错误的地方，欢迎大家来补充和指正。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知识讲给你听。演习你肯定不会陌生，甚至可能还亲自参加过1-2个，比方说消防演习、地震演习等等。至于军事演习嘛，你要是参加过，算你牛。然而还有一种演习啊，你可能连听说过的概率都很低，那就是行星防御演习。尽管听上去和看上去都挺好莱坞的，但这其实并不是在拍电影，而真的就是由上百名来自全球的顶尖科学家们聚在一起，花5天的时间拯救世界于一次小行星撞击的演习。只不过他们通常都没有好莱坞那么幸运。我是人称百科全书的火箭叔，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聊聊，如果小行星来袭，我们到底有没有办法可以自救呢？首先，让我们把刚才的如果2字去掉，因为小行星撞向地球就是个必然的事情。需要打上问号的是在什么时候，它有多大，我们能做什么。这就是为什么每隔2年就要举办一次国际行星防御大会，以及在会议上模拟一次小行星撞击事件的根本原因了。因为科学家明白啊，一方面是随着人口密度的不断增加，我们越来越承受不起小行星撞击所带来的严重后果；另一方面，这是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我们将越来越有可能成为这颗星球上首个有能力阻止小行星撞击的物种了。怎么阻止呢？至少有以下几种方法：以暴制暴的撞击法，学习好莱坞的核爆法，或者反过来是好莱坞跟科学家学的；还有激光烧蚀法、涂鸦法和最温馨的陪伴法。听了是不是有点蒙圈呢？尤其是最后2个是认真的吗？好吧，那就听我解释啊。首先，让我们来看看撞击法。
这个其实很好理解啊，就是利用装机来让小行星脱离原本的轨道。假设有一颗小行星要你命1号正在沿着自己的轨道前进，然后被我们的近地天体监测系统捕捉到了。经过仔细的计算后发现，它的直径达到了200米，它的目标则直接对准了美国的科罗拉多州的丹佛市。我为什么要说的这么具体呢？其实啊，这就是2019年国际行星防御大会上给出的模拟题目，而科学家们选择的方案也是简单直接又成熟的撞击法了。在模拟中，科学家们派出了6艘飞船冲向小行星，其中3艘准确的击中了目标，也的确是改变了小行星的运行轨道，但是也意外的从这颗直径200米的小行星上撞出了一个更小的小行星，直径大约是70米的要你命2号。最后的结果就是要你命2号无法挽回的飞向了纽约市，在想尽办法对人群进行了撤离和疏散之后呢，还是造成了130万的死亡，损失惨重啊。那你会说这个模拟是失败的吗？或者如果这是真实发生的情况，也就说明了撞击策略是没有什么用的吗？当然不对啊，我们要看对比嘛，毕竟直径200米和直径70米的小行星撞击地球带来的破坏完全就不在一个数量级上。我来简单介绍一下你就知道了啊。粗略的来划分呢，小行星的尺寸和它们的破坏力可以分为5档，尺寸小于10米的几乎就没有破坏力，它们中的大部分都将在大气层中烧毁，成为我们眼中神秘而美丽的流星，所以它们又被称为流星体。要是被你逮着的话，说不定还会对着它许个愿呢。但其实它并不是一个稀有的玩意儿，每年像这样闯到我们大气层里面的流星体大约有4万吨左右，看起来你的许愿机会还是很多的。比这大一些啊，直径来到了20到100米的，没有更含蓄的名字了，它就叫做小行星，它们的装机能量可以达到核弹水平，摧毁一座城市如此的轻松，就像模拟中被牺牲掉的纽约市。所以这个级别的小行星又叫做城市杀手。还好啊，它们没有那么多，大约每100年才会碰上一个。下一个级别相应的可以叫做国家杀手了，因为它们一撞可能撞掉的就是整个国家，尺寸也不过就是500米左右。那么让我们暂时回到那次的模拟当中，原本要你命1号的200米直径就位于第2、3级别之间了，怎么算也是一个省1级的杀手吧。这样看起来从抹掉省收窄到抹掉市还是很有效果的。往下接着来啊，还有更大更要命的。到了第4级别，小行星的直径大约达到了2到3千米，撞击之后产生的尘埃遮天蔽日，可以改变局部的气候模式，并造成所谓的核冬天，就是因为阳光被阻挡，夏天也如冬天般寒冷，这个就可以被称之为洲际杀手了。最后最恐怖的级别，6500万年前被恐龙给碰上了，直径超过10公里的小行星，还用说吗？就叫做全球杀手好了。撞击之后释放出来的能量，相当于是炸了10亿兆吨的氢弹，地球上的大部分都将沐浴在熔融的岩浆当中，海水被酸化，核冬天持续数十载，大部分的生物都灭绝了，我们也会碰上吗？当然啊，这是个时间问题啊，大约每1亿年就会碰上一次。不要以为1亿年很长啊，毕竟距离上次发生的周期已经过半了，还不赶紧准备吗？好，那就让我们再说回到撞击法。我为什么在一开始的时候说它既简单直接又成熟呢？因为它不仅用在了模拟当中，甚至在现实当中呢也有过先例。2005年1月 ，NASA 向一颗彗星发射了一艘名叫深度撞击号的探测器，然后在同年的7月，接近彗星的深度撞击号释放出自己携带的一颗372公斤的铜弹，以每秒大约10.2公里的速度撞了上去，产生的约4.8吨 TNT 爆炸当量的能量，在彗星表面砸出了一个直径大约150米的坑。尽管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砸坑研究彗星本身的，但根据估计，这次撞击使得彗星的速度变化了 0.0001 毫米每秒，轨道变化了10厘米，看起来微不足道，但如果日积月累的话，却可以带来质的变化。也许是受此启发，到了2015年 ，NASA 和 ESA 联合制定了一个全新的计划，这次不为别的，就是一门心思想要搞清楚用撞击法来防御小行星实际效果究竟如何。计划是这样的啊，先是在2021年由 NASA 发射一枚名叫 DART 的探测器，飞往1100万公里以外的一个双小行星系统，撞上其中直径只有160米的较小的那颗。为什么要选择这样一个双小行星系统呢？不是因为它们最终会撞上我们，而是因为在这样一个系统里，小的那颗行星会像月亮一样围绕着大的那颗行星旋转，整体上就是它们的运行速度比一般的小行星要更慢，非常的适合拿来做试验而已。科学家相信，这次撞击将会使被撞的小行星的速度改变大约1%，而这个看上去并不大的速度改变所带来的轨道变化，已经足够能通过地面望远镜看出来了。而且接下来 ESA 也会在4年后发射名叫 Harvey 的探测
测器，前去仔细的观察和评估这次撞击的效果，看看最终造成的影响是否能够达到预期。所以你看啊，撞击法防御小行星真的是挺靠谱的哦。不过你可能还是会担心啊，我刚才说的，不管是模拟演习还是真实对象，这假想敌的尺寸也就在200米左右嘛。也许我们拿探测器去撞一下，可能还有点作用，但要是碰上个大块头，比方说我刚才提到的国家杀手或者是洲际杀手，探测器不就等于是蚂蚁对大象了吗？撞上去还能有用吗？这里我就要说明一点啊，你想啊，体积越大，是不是就意味着我们能够越早发现呢？越早发现，我们是不是就能够越快的赶去处理呢？即使这个时候我们所能改变的只是一点点，但把它拉长到时间的曲线里面，效果就明显了嘛。科学家估算啊，如果我们能够提前10年发现一颗将会撞上地球的小行星的话，只需要去将它的速度改变100万分之一，就可以完美的避过天地大冲撞了。于是，既然有这么长的时间处理，那我们就可以引入我之前还提到过的其他几种方法了。激光烧蚀法、涂鸦法和陪伴法其实都有异曲同工之妙，来了解一下。激光烧蚀法就是派一系列的航天器前往小行星附近，然后利用收集的太阳能来发射激光，长年累月的对着小行星滋，使其表面脱层皮，脱的皮总要飞走吧，飞走的时候总要听牛顿的话吧，产生点反作用力什么的，于是自然也就能把自己推离原本的轨道一点点了。再来看涂鸦法，就是将小行星的一面喷黑，让它没脸见人，自觉远离地球。开个玩笑，其实是因为深浅表面对太阳光的反射是不一样的，所以就能产生出非常微弱的光压差别，从而慢慢的推动小行星改变其轨道。至于怎么去喷黑呢？好像大家都没有想那么远啊。紧接着还有一个脑洞更大的陪伴法，这是什么鬼呢？其实就是发射一艘足够大的航天器，一路贴着小行星飞，默默的用爱感化它，让它幡然悔悟，重新选择一条康庄大道。这样说也没有错啊，用引力来牵手更是真爱啊。这个方法准确的说叫做引力拖拽，名字很科幻，其实实际也然。首先它需要一个质量很大的飞船来作为牵引者，这样才能提供必要的重力，也就是引力嘛。其次它还要和小行星距离足够的近，还记得引力跟距离之间的关系吗？最后这还真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完成的事，所以燃料够吗？时间够吗？我觉得它更应该是下一部科幻电影可以参考的方向。好了，说了这么多，靠谱和不靠谱的差不多就这些了。你应该也注意到了，我还没有提到好莱坞的最爱核攻击啊，因为它更不靠谱。还记得为什么2019年的行星防御演习结果并不是太完美吗？就是那块被意外撞飞了的要你命2号了。如果用上核弹，将出现更多不可预测的碎片，究竟处理一个还是处理一堆？你选呢？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故事讲给你听。SpaceX 的星舰和超级重型终于合体了。8月6号一早，随着一台巨型吊机将第20号星舰扣在了第4号超级重型助推器的顶上，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枚火箭诞生了。它比当年那个巨无霸的土星5号呢还要高出了10米，虽然它只维持了1个多小时。这次组合测试非常的短暂啊，应该只是在验证上下两节之间的受力情况和连接部件，以及发射平台的支撑性能等等。所以你看啊，这密密麻麻的装在超级重型助推器底部的29台猛禽发动机里面呢，还有好几台的喷嘴是白白净净的。它们都还没有经过测试呢，装上去纯粹就是为了压秤用的。另外，你再看星舰上面，是不是有些斑秃的感觉啊？那是因为用来覆盖在它表面的黑色隔热瓦呢，还没有完全贴完呢。不对啊，是装完，因为在航天飞机上才是贴的。说到这个，我突然就意识到一个问题了。星舰的目标是要能够实现快速的重复使用，大概就跟一架商业航班一样啊，在降落后呢，稍作准备就能再飞的程度了。而就我所知啊，同样使用了隔热瓦的航天飞机，在每次降落之后呢，可都是要花上数月的时间来检查和更换这些隔热瓦的。而且即便是这样呢，还是出现了因为隔热瓦的原因而引发的严重事故。那么体积比航天飞机大得多，隔热瓦也要比航天飞机用的更多的星舰，又有怎样的理由相信自己不会重蹈覆辙呢？我是百科全书火箭叔，今天呢，我们就来看看它俩的区别。本来啊，之前是有传闻说星舰上才不用什么隔热瓦，也不用什么像返回舱那样的烧蚀材料覆盖在表面的，而是把不锈钢的外壳做成2层中空的，然后在其中注入液态的甲烷冷却剂，让它顺着表面大量的毛细孔渗出蒸发，在带走热量的同时形成一个冷却层，从而起到隔绝星舰与高温等离子体的作用的，俗称发汗冷却。尽管这个非常符合 SpaceX 的一贯科幻气质，但显然是成本太高了啊！所以如你所见，它还是回归了最传统的隔热瓦套路。但其实，在航天飞机上，隔热瓦很贵呀。
什么贵呢？人工贵啊！它通常每次都要花5个月、75万个工作小时来处理这些被烧过的隔热瓦。是 NASA 的工作人员在磨洋工吗？还真不是啊。原因很简单，航天飞机的形状不规则呀。为了保证能够以飞机的状态滑翔着陆呢，航天飞机在外形上做出了很多的妥协。比如那对小翅膀，其实在大部分的时间里面一点用都没有，但是为了最后的滑翔，它也必须要从一开始就插在那儿了。比如平滑的机腹，它实际上在高超音速下呢，并不是一个最优的隔热罩形状，会造成中间和边缘的温度分布不均匀。但是为了最后要滑在跑道上嘛，也必须要这样做。所以这就带来了它复杂的外形和多达8种不同材料的使用了。它们一排列组合呢，就变成上千种了。基本上，航天飞机上的每一块隔热瓦都有着自己的独立编号，都需要安装在特定的位置，是很少能够相互替换的。这就带来了极大的维修难度和极高的维修成本，同时也让在轨维修变得几乎就不可能了。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看我讲的哥伦比亚号灾难的这个视频就能够体会到不能在轨维修有多么的绝望了。好，那么同样的情况在星舰上呢？就好多了首先，它是一个圆筒，形状非常简单，所以对覆盖表面的隔热瓦的形状就没有那么多的要求了。也就是在鼻子那儿呢，稍微复杂一点点而已。基本上只要有几种不同形状的隔热瓦就能够完成任务了。而且跟航天飞机上大量用到的矩形、平行四边形的隔热瓦不同星舰上用的最多的是6边形的。这有什么依据吗？有的，你看每块6边形的隔热瓦之间是留有缝隙的。它们是为了给受热膨胀提供余量，但这样的缝隙势必也会让高温渗入其中嘛。而使用6边形就能够把留给高温的路径变得蜿蜒曲折起来，让它们在其中走不了多远就消耗殆尽了，不像走直线渗得更远嘛。另外呢，统一的规格也带来了高效的安装。航天飞机上的隔热瓦是人工一片片粘上去的，粘16个小时，干再等16个小时，这就干掉了32个小时了。要是换做不那么熟练的工人，还要再另说。而星舰上的隔热瓦则是批量给挂上去的，因为在星舰表面机器人已经提前焊上了这些安装销，你只需要把隔热瓦背面的孔跟它对齐插进去，它们就自己锁住了，非常方便。同时还有附加的好处呢，因为是互锁而不是粘死，所以它还有一定的自由活动空间。当表面受热变形之后呢，更不容易被挤碎。当然，不锈钢的星舰外壳呢，本身就比铝合金的航天飞机外壳有着更小的膨胀率，同时不锈钢还比铝合金耐热得多前者在800度下仍然有着很高的结构强度，而后者到了150度就有点扛不住了。此处为航天飞机上的隔热瓦心疼1秒钟不仅如此，还有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在帮着星舰呢。它跟空气动力学有关。我们都知道当物体超音速运动时呢，会产生激波。尖头的物体会产生斜激波，带来相对较小的阻力；钝头的物体呢，会产生弓形激波，带来较大的阻力。而不管是航天飞机还是星舰，在它们载入大气层的时候呢，都会达到音速的几十倍，所以激波在所难免。相反，它们还会利用弓形激波的大阻力来帮助自己减速呢。不过代价嘛，就是高温了虽然都会产生高温，但是高温离自己的远近还是有可能有着很大的差别因为弓形激波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名字——脱体激波。你可以这样来理解当超音速气流撞上一个钝头的东西之后呢，它无法快速的排到两边去，于是就在继续冲过来的气流和钝头之间呢，暂时形成了一个气垫。这个气垫把激波往外推了一点点，脱离了钝头的表面，所以就叫做脱体激波。同时被它推开的还有高温等离子体了。星舰比航天飞机粗得多，所以也钝得多，产生的钝体激波自然也能拖得更多了，所以高温也就被推得更远了。你看，我们最后来总结一下星舰比起航天飞机，既能更高效地利用隔热瓦，自身的不锈钢也更能扛，还有脱体的激波前来帮忙，干嘛还非要不走寻常路，搞什么发汗冷却呢？传统的隔热瓦就是最好的选择了。我们期待它早日实际飞行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知识讲给你听。所以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现代战争更是如此。但有的时候知彼它不容易对方的先进武器总是处在严密的防护之下，怎么搞到它的资料呢？去偷去抢吗？美国人说不一定咱还有一招。
买。是的，1990年代，美国人就从自己的头号对手俄罗斯手上买到了一枚对自己威胁最大的超音速反舰导弹回来，仔细的去测试宙斯盾战斗系统，以确保它对自己不再构成威胁。这个有点无语了吧？他们到底是朋友还是对手呢？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奇葩的故事。首先你要知道啊，反舰导弹有一招非常特殊，它叫做掠海飞行。简单说就是尽可能的贴近海面去飞。为什么要这样呢？主要是为了提高导弹的生存能力。原因有二。一是由于地球表面的曲率和海面上雷达杂波的影响，掠海飞行的导弹呢会更晚才会出现在探测雷达的屏幕上。二是一旦被探测到，它也是以较小的暴露面积出现在防御火力的面前的，也就更不容易被拦截下来了。但是随之而来的它也有两个问题：一是由于贴得太近，控制不好的话，容易把自己提前给栽进水里面；二是高速气流有可能会引起水花飞溅，模糊了倒影头的视线，也就降低了它的工作效率嘛。怎么办呢？反舰导弹自有办法啊！携带着无线电高度计的它，居然能够自行的评估海况，然后决定要飞多高。它是这么做的啊：测量海浪的波长和波峰的高度，与储存在机体内的海况数据一对比呢，就能够知道海面的情况了。要是海况为0到2之间，也就是平静的海面的话，那就飞得近一点，通常也就是海面以上5米左右。要是海况为3到5，也就是波涛开始涌现的海面，那就飞得稍微高点，上升到20米左右。真的是相当智能啊！所以你的对手要是有一枚这样的导弹，你说你怕不怕嘛？而且就我们刚才说的那段贴近海面能够自行评估海况的掠海飞行，还是在超音速的情况下完成的，就不是怕，而是恐惧了。不巧，俄罗斯的 KH-31A 呢，就是这样的一枚导弹了。其实它最初是在苏联时代就开始开发的。1970年代末期，苏联 ZS 公司呢揽下了一个活，它要开发一款高速的反辐射导弹，目标是追踪并摧毁当时西方刚刚流行起来的与防空系统相关的雷达，比如美国陆军的爱国者地对空导弹系统和美国海军的宙斯盾作战系统。到了1982年，第一枚 KH-31呢已经准备好了，它成功试射，在满足要求后，最终在1988年正式服役，并在随后的1991年首次公开亮相了。此时呢，它已经有了衍生的版本了啊。KH-31P 采用高空飞行，专门用来打雷达 ；KH-31A 采用掠海模式，专门用来打舰艇。两者都是先使用火箭助推器把自己的速度提升到1.8马赫之后，再开启冲压发动机，以全程超音速的模式抵达目标。高空飞行的 KH-31P 最高可以飞到3.5马赫的速度，而即便是贴着海面飞行的 KH-31A 仍然可以达到2.5马赫的速度。优良的性能让它至今仍在使用。好，再说美国人，几乎同一时期，他们就已经在琢磨着怎么防这个玩意儿了。就像我们一开始说的，要防就得要知彼才行。既然对方是一个超音速的反舰导弹，那我至少也要开发出一个类似的超音速反舰模拟导弹出来，才能够训练我的反导系统不会吃它的亏才行嘛。于是，一个叫做 SLAT 超音速低空目标的研发项目就在美国海军的要求下展开了。这个高速低空飞行的目标将成为测试宙斯盾战斗系统的关键工具。可是美国人怎么都模仿不出来。一开始他们准备拿一些退役的 RM-8 黄铜骑士舰空导弹来改装作为模拟目标，但是他们的性能实在是有些太拉垮了，作为模拟从任何一个方面来讲呢都是不够格的。接着他们专门开发了一款叫做 YAQM-127A 的模拟目标，为了尽可能的接近假想敌的样子，它也是采用火箭加冲压发动机的组合作为推进系统，但是却问题重重啊！从1987年11月到1989年的1月，测试了6次，只成功了1次。在继续又硬撑着测试了2次，但均以失败告终之后呢，国会终于忍不住了，叫停了这个项目。于是这个时候海军就尴尬了，他拿什么来当假想敌呢？此时正好是1991年，而1991年发生了一件大事：苏联解体，俄罗斯严重缺钱。既然缺钱嘛，那就什么都能卖嘛，即使是国防产品也是可以商量的。
美国人的眼睛都亮了，此时不扫货，何时才扫货啊？像波音、麦道这样的航空公司呢，纷纷都冲到了俄罗斯，以最好的条件建立了自己的业务，其中当然就有给美国军方夹带的私货了。刚才我们说的那家研发了 KH-31的 ZS 公司，此时呢也是穷到不行啊，于是麦道看准机会就下手了，游说他说：“哎呀，你看你手上握着这么好的东西，干嘛不高价卖给我们呢？”哎，不，别担心啊，我们不会拿它当武器的。你就把壳子和发动机卖给我们就行了，让我们一起为了人类的和平利用科技，好不好啊 ？ZS 一想，哎，也对啊，我只要把导弹上的弹头和制导系统给拿掉，你拿回去好像也的确干不了什么坏事啊。再说，有钱了才能留得住青山，才能不怕没柴烧，才能过下日子，才能熬出头来嘛。卖，于是美国人居然就这样拿到了本来是瞄准了他的武器，并且转过身来利用它训练出了自己的一套护身符。哎，你说讽刺不讽刺嘛？原本这些经过改装改名为 MA-31的模拟飞行器，卖到后来被波音收去，准备至少34台出来。不过由于后来逐渐反应过来的俄罗斯限制了出口，最终只有18台诞生，但18台也就够了啊。美国人的模仿之路呢得以顺利延续，并且看起来它是不会停下的，因为如今不是又有高超音速反舰导弹开始对着它了吗？好了，这就是今天的内容，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知识讲给你听。太阳日冕层温度高达数十万摄氏度，可即便如此 ，NASA 的帕克太阳探测器却依然穿行期间伸出4根触手，探出一个圣杯，从太阳的眼皮底下薅走羊毛，任性的不要的，哎，它就真的不怕被融化吗？它是怎么做到没有被融化的呢？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首先啊，讲一个比较反常识的知识，那就是高温并不总是能够把物体加热的。温度和热量本质上呢是2个不同的物理量。温度测量的是粒子运动的剧烈程度，粒子运动的越剧烈呢，温度就越高；粒子运动的越安静，温度则越低，直到绝对0度。而热量测量的是运动粒子所能够传递出来的总的能量的多少。你可以这样来理解。一颗高速粒子和1亿颗运动速度和前者相同的高速粒子，温度是一样的，但是当它们和别的物体发生碰撞时，传递出去的总的能量呢是不一样的啊。前者只能传递出1份，而后者呢能够传递出1亿份，所以得到的热量就是前者的1亿倍。在太空当中啊，粒子可能以极快的速度来移动，所以温度可能高达数千度。但是太空真的太空嘛，粒子的数量实在是太少了，于是就无法传递太多的能量出去，对物体的实际加热效果呢，其实是很有限的。这种情况呢，正好就是帕克太阳探测器在它飞过的日冕层里面所遇到的了。那里太阳虽然以极高的温度向外抛射粒子，但是这些粒子的密度却很低，实际打在帕克身上的也就更少了。较少的相互作用就带来了较小的热量传递，小到能够让帕克足以撑过与太阳的亲密接触了。哎，这有点像是把手放进温度200度的烤箱和温度100度的开水里面的区别。前者你接触的是空气分子，后者你接触的是密度要大得多的水分子。虽然温度低了1半，但显然能够撑的时间却更短了。好了，那这么说起来，是不是谁都可以肆无忌惮地跑到日冕层里面去撒野呢？当然不是啊，即便这里的加热效果再差，但是到达个上千摄氏度还是很轻松的。为了承受这样的热量啊，特殊的隔热措施依然必不可少。你看帕克头顶上那块光滑的圆角矩形大板子，哎，就是它的隔热罩了。剩下几乎所有的仪器设备呢，都完全躲在了它的阴影里面。由于使用了一种先进的碳复合材料，这块直径2.4米、厚115毫米的板子，前后2面可谓是冰火两重天啊！冲着太阳的那一面可以被加热到大约1400摄氏度，所以除了表面的碳板以外呢，还覆盖上了一层非常薄的，既能反光又能散热的陶瓷涂层了。实际上呢，它们不是一层，也并不光滑，而是好多层多孔粗糙的颗粒状涂层了。哎，为什么要多孔还要粗糙呢？反光的时候不该是平滑连续的才好吗？哎，的确啊，通常是这样的。但考虑到帕克所面临的极端温度，光滑涂层在这里会像玻璃窗户被石头击中那样容易碎掉。而使用多孔材料时，即便裂纹出现，也会在碰到孔隙时被阻断，使涂层的完整性得以保护。
另外，交错排列的几层也能让光线在幸运地穿过第一层孔隙后，极大概率被后面一层兜着，无法再继续的深入了。于是来到了隔热罩的背面，温度就只有30摄氏度了。作为正常电器的工作温度而言，可以说是相当舒适啊！而且在帕克身上还分布了好几个非常敏感的温度传感器，一旦姿势不对，漏掉了一点阳光下来，那些探测器呢就会马上知晓，随即启动自控发动机，把自己的头顶重新对准太阳，是一点罪都舍不得让身后的小伙伴们承受啊！可是有些小伙伴是天生就没有享福的命的，比如这个专门用来测量太阳风里面的离子和电子流量以及流动角度的，叫做法拉第杯的仪器了。既然它就是用来兜住太阳粒子的，自然就只能伸出去才能兜得到嘛，这个很好理解啊。所以扛热量的事儿呢，就只能靠它自己了。好在啊，这个设备足够简单，本质上就是一个带电的网而已，所以只要用够耐热的材料来打造它就可以了。结果杯子本身用的是一种耐热达到了2300摄氏度的钼合金制成的，而里面探测粒子的带电网格呢，则用的是连激光都不好加工的钨。好了，还有没有漏掉的？有的啊，既然它要带电，就得要给它供电啊，供电就得靠电线，但是电线，塑料皮里面裹个铜芯，不早就化了吗？所以这个设备里面呢，最大的挑战就是这个东西啦，电缆。你猜科学家最终用了啥？蓝宝石，他们用蓝宝石水晶管来作为电线的绝缘层，而电线本身也换成了极其耐热的泥合金。另外，这伸出隔热罩的4根天线也是用泥合金制成的，它们的目的是测量太阳的磁场。还有一个不那么舒适的设备就是太阳能板了。它需要为整个探测器供电，但是帕克所能够接收到的太阳能随着位置的不同是很不一样的。它围绕着太阳以一个较为狭长的椭圆轨道运行，在远离太阳的那端呢，它需要将2个太阳能板完全伸出，才能够产生足够的电能。而到了靠近太阳的那一端，为了避免被烧掉，它的绝大部分都会缩在隔热罩的阴影里面，只留下尖端的一点点面积就可以了。但是啊，即便只留了这么一点在外面，也需要良好的散热才行。用什么散热呢？你又很难相信啊，科学家竟然用的是水。对了，大约3.7升的水。因为虽然存在着大量的化学制冷剂，但是帕克号电池板暴露的温度范围区间之广呢，也只有水能够 hold 得住了。它在加压后能在0到125摄氏度之间始终保持液态，于是就能够源源不断地将太阳能板的热量带出去，在这里位于隔热罩下方的2片巨大散热片上辐射到太空当中去了。就这样，在一个人类从来不曾想象过的如此近的地方，帕克摸到了太阳，也把全新的数据呢不断地传回地球，让我们的认知向外延展。好了，这个呢就是今天的内容。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知识讲给你听。想要水上漂吗？可以试试淀粉加上水。如果不出意外的话，你应该已经知道这是一种叫做非牛顿流体的物质了。它遇强则强，遇弱则弱。当你快速踩过它时，如履平地；当你站着不动时，却会被它生吞活剥。看起来实在是很热闹啊，也成功让一个说起来很拗口的东西变得家喻户晓。当然啊，非牛顿流体可不止淀粉加水这一种。你还知道哪些呢？打在弹幕上，让我看看会不会有人说出我接下来将要讲到的这一个。非常冷门，但是又非常重要。我是百科全书火箭叔，为了给大家留点打弹幕的时间呢，我先不讲这个东西是什么，咱们先来关心一下非牛顿流体本身，比如它为什么要叫这么个怪名字呢？原来啊，它是被牛顿流体给逼的。这两者的区别其实也很简单啊，你只需要记住，牛顿流体的粘稠度是不会受到所施加压力的影响的，比如水、酒精等等。你再怎么搅和它呢，它还是原来那个样子，该怎么流怎么流。但非牛顿流体就不一样了啊，它的粘稠度表现是跟外界施加在它身上的压力有关的。当压力增加时，它可以变得更加粘稠，甚至宛如固体，比如水淀粉和可以开椰子的口香糖等等。那反过来的有没有呢？就是越压它越软越稀呢？还真有啊。比如酸奶，你可以试试啊，原本十分粘稠的酸奶在快速搅拌之后，是可以像水一样从勺子里面流出来的。其实啊，这代表了2种不同类型的非牛顿流体。前面那个你刚我也刚的叫做障速性流体，后面那个容易服软的叫做假速性流体。由于不够红啊，所以很容易就被我们给忽略了。但其实这一类的非牛顿流体反倒在我们身边更为丰富。酸奶算一个，
女生用的各种各样的霜算另外一个。还有一个更难想到，它就是圆珠笔里面的油墨了。让我们拿起一支圆珠笔，你是否曾经思考过它是如何出墨的呢？多半没有想过吧？那我再换个问题来问你啊，钢笔是怎么出墨的？首先，钢笔的墨水呢具有很好的流动性，就像一滩水一样，是可以靠自身的重力往下流的。但为什么又不会直接从钢笔尖流出来呢？因为液体表面的张力嘛，它就像一张网一样，把里面的液体分子给牢牢的兜住。除非遇到了更强的对手。当我们拿起钢笔在纸面上书写时，这个对手就来了，它叫做毛细作用。纸张实际上是由植物纤维制成的，所以放大了看呢，在其表面就有很多的缝隙。这些微小的缝隙所产生的毛细作用会从钢笔尖上把墨水给吸过来，使其粘在自己的这一边。所以实际上我们用钢笔写字的过程就是纸张与笔尖抢墨水的过程，只不过每次输掉的都是笔尖罢了。还好这恰恰是我们希望看到的结果。当然还有另外一种方法可以破坏掉笔尖上墨水的表面张力了，那就是用力甩啦。这项技能呢，建议你谨慎使用。好了，让我们再回到圆珠笔上。它写字的原理跟钢笔一样吗？显然不是嘛。装进笔芯里面的是一种极其粘稠的油墨，除非受到太大的压力呢，否则根本是不会流动的。这就是为什么圆珠笔笔芯的尾巴永远是开放的状态，因为重力与甩动都对它不起作用。而通常情况下，越粘稠的液体表面张力也越大，受到毛细作用的影响越小。所以纸张既不够力气去跟笔尖抢墨水，也没有因为重力流到这里的墨水可以抢。照理说，圆珠笔它根本就是写不出字来的嘛。那我用了这么多年的，难道都是假的圆珠笔吗？当然不是拯救圆珠笔的正是我们今天讲到的越压越稀的加速性非牛顿流体了。当阿根廷人比罗拉斯洛在思考如何制作一支更好的钢笔时，他想到了在这么小的笔尖上重新模拟印刷的过程。于是他需要一种可以连续给笔尖上墨的滚筒，而这个滚筒被他灵机一动，用一颗小钢珠给取代掉了。接着就是小钢珠如何从墨囊里面取到墨了。既然不能用重力，那就用蛮力吧。当你用圆珠笔写字时，它尖尖上的这颗小钢珠呢便会旋转，像极了一个正在搅拌酸奶的勺子。油墨也因此在足够的压力下降低了粘稠度，变稀流到了小钢珠上，完成了给滚筒上墨的过程。而流到小钢珠上的油墨在失去压力后，则会马上又变回到粘稠的胶状模样，直到它接触纸面，再次被压稀后渗入到纸张纤维之中，将油墨中的染料留在这里，形成一个永久的标记。这个过程不断重复，油墨也就能源源不断地从笔芯里面转移出来了。而提起来的圆珠笔呢，因为失去了压力，油墨回归粘稠，就任你怎么甩都能保持干干净净了。是不是个天才的发明呢？最后送你一个小彩蛋，既然不用重力来供墨，圆珠笔是可以倒着写字的。你可以试试钢笔，看看它有没有这个本事啊。好了，总结一下，不是只有受到外力后变硬的液体才叫做非牛顿流体，非牛顿流体也是可以受力后变软的，比如圆珠笔里面的油墨。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知识讲给你听。